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蔡奇接替丁薛祥担任中办主任，成为中南海大管家。星岛日报3月20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抵达时，俄方在机场举行隆重迎宾仪式。官媒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等。这显示蔡奇已经接替丁薛祥担任中办主任，成为中南海大管家。由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办主任相当罕见。全国两会期间，蔡奇陪同习近平下团组。星岛专栏作者纪晓华已经指出，蔡奇很有可能将担任中办主任。文章还分析，蔡奇是领袖的闽浙旧部，相识超过35年，绝对忠诚，兼任大管家亦可提升中办的权威和地位。蔡奇曾任北京市长、北京市委书记，20大担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是中共中央的中枢机构，除负责文书、会议、传达、机要、信息、调研工作，还负责高层领导人安全警卫、医疗保健以及管理密码、档案、后勤服务等。中办主任素有中南海大管家之称。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在乌克兰入侵期间为普京提供动力。彭博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莫斯科讨论乌克兰问题，并为其陷入困境的盟友弗拉基米尔·普京展示实力。这是他迄今为止为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而做出的最雄心勃勃的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普京将详细介绍他对1年前入侵的看法，并讨论中国解决他的12点建议。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是他自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年度议会会议上获得第3个任期以来的首次出国访问，预计将向普京发出强烈的支持资讯。就在习近平抵达的几天前，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的指控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俄罗斯驳回了这一逮捕令。中国呼吁法院避免政治化。习近平的访问不太可能取得任何突破，因为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对中国的和平蓝图持高度批评态度，该蓝图几乎没有细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支援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立场。基辅一直渴望中国国家主席更多地参与乌克兰战争，而要求冻结现有职位的部队的呼吁则毫无意义。但是，中国确实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促进双向贸易，促进利益和合作领域的进一步融合，提高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质量和数量，并加强政策协调。两位领导人同意无限制的友谊，并在2022年9月的最后一次会晤中签署了一系列长期能源供应协定。普京将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立场进行澄清。路透社，中国和俄罗斯将讨论商业交易和乌克兰局势，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今天在莫斯科会见普京。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被西方排斥后的最后朋友，最近开始对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忧。上个月，中国提出了乌克兰和平计划，但这份呼吁对话的12点文件没有包含如何结束战争的路线图。昨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将在习近平国事访问期间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冲突的观点向习近平提供详细的澄清。尽管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但鉴于其周边有争议的领土，中国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被视为过度支援莫斯科夺取克里米亚。法国政府通过2项不信任动议为生存而战。美联社12月30日，法国政府面临生存之战，反对立法者提出的2项不信任动议。这些动议反对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利用宪法特殊权力通过一项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的法案。虽然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仍然是国民议会最大的团体，参议院上周通过了这项立法，但已经出现的抗议活动表明，这项法律并不容易通过。如果政府在定于12月30日下午举行的投票后输掉动议，退休计划将被放弃，政府将被迫辞职。此后将进行内阁改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潜在的新内阁成员的正式名称。马克龙在5年任期初期也曾处理过类似的反对意见，反对他对法国教育和房地产部门的改革。然而，
法国慷慨的养老金体系，世界上最昂贵的养老金体系之一的改革更加难以管理。随着抗议活动在街头发生，从环卫到能源和运输工人的各个部门都在罢工。巴黎的一些地铁和火车司机现在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第26天工业行动，这导致了全国的交通混乱，只有1/5的高速列车运行，而网络的其余部分则按照缩短的时程表运行。周末，《巴黎人报》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发现，53%的受访者支援运输工人要求全额养老金的要求，其中62人仍处于退休年龄。许多法国人告诉马克龙，是的改革，但不是42个不同的制度，不是为了更昂贵的工作生活，我们希望我们过去的保证得到保留。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说。克里姆林宫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的逮捕令显示出对俄罗斯的明显敌意。路透社，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国际刑事法院 ICC 上周的一项裁决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儿童权利顾问帕维尔·阿斯塔霍夫发出了逮捕令，这是对俄罗斯明显敌意的证据。他说，俄罗斯将继续冷静地做出反应，并专注于其工作，但警告说该裁决引起了愤怒。俄罗斯尚未签署作为国际刑事法院基础的罗马规约，因此逮捕令在俄罗斯境内没有法律地位。俄罗斯没有否认他从乌克兰带走了数千名儿童，但表示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一决定可能会影响普京的旅行计划。俄罗斯外交部欧洲合作司副司长伊利亚·罗加乔夫上周表示，普京计划在3月前往几个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承认该法院管辖权的123个国家中的几个，包括普京打算访问的德国，理论上可以逮捕普京。加纳财政部长前往中国进行债务谈判。来源：路透社。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加纳财政部长肯·奥弗里阿塔 （Ken Ofuriatta） 计划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会面，讨论加纳债务重组的提议。加纳欠中国约17亿美元，并希望讨论如何减少这一比例，以及如何获得额外融资。这些提议是在该国面临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际提出的。尽管承诺减产，但俄罗斯的石油流量仍保持稳定。彭博社，截至3月17日的一周，俄罗斯海上原油出口降至323万桶每日，新数据显示比前一周下降了9万桶每日。然而，仍然没有证据表明该国可能已经减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原定开始的50万桶每日的减产预计将需要一些时间来减少波罗的海或黑海港口的流量。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原油货物在地中海的船只之间转移，以便继续前往亚洲。自今年年初以来，至少有52批货物在西班牙北非城市休达和希腊海岸附近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自从欧洲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和精炼燃料以来，这些管道市场的丧失意味着现在又有50万桶每日的俄罗斯原油通过港口出口。岸田说，日本首相岸田、印度莫迪将加强合作。路透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新德里期间宣布，他将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岸田在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会晤时证实了这一举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称达成囚犯交换协定。路透社，也门冲突双方同意交换大约880名被拘留者。此前最近在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斡旋下，在瑞士进行了会谈。与伊朗结盟的反叛运动胡塞组织表示，他将释放181名被拘留者，其中包括15名沙特人，以换取政府的706名囚犯。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尚未确认该协定，希望该协定能够鼓励更广泛的和解努力。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讨论最终交换囚犯的问题，但进展甚微。也门冲突通常被视为伊朗和沙乌地阿拉伯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世界简报正在测试。这是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